底盘调的还是非常灵活的。我们为什么要做麋鹿测试？而麋鹿测试又到底是什么呢？麋鹿测试是国际上衡量车辆安全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，因此车辆在紧急情况下能否成功的躲避麋鹿，避免事故的发生，成为了衡量车辆安全性的一个重要的标准，也就是现在的麋鹿测试。麋鹿测试的核心就是考验车辆在紧急情况下的避险能力，也是对车辆的底盘调教、电子稳定程序标定的综合考验。因此，对于注重安全性的家用车来说，麋鹿测试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。今天我们带来了这5款热门的 SUV 进行麋鹿测试的大 PK， 有自主品牌的高端车型，有操控著称的马自达，以及豪华品牌的代表。我们将采用国际 ISO 3888-2标准对这些车辆呢进行麋鹿测试，看看它们的表现到底怎么样。自主品牌的高端车型相比合资品牌、豪华品牌到底有没有差距呢？车辆从 A 区驶入进入测试点之后呢，不对车辆进行加速、刹车踏板任何操作，通过控制方向盘来通过整个测试区域，在不碰到桩桶的情况下，最大通过时速则为麋鹿测试的最高时速。接下来我们将按照首字母排序对这5位参赛选手进行测试。第2款车型长安 UNI-K， 在10次的麋鹿测试过程当中呢，长安 UNI-K 整体的循迹性表现不错，而且方向盘的指向很准，能够迅速的给出响应，并且它的电子稳定系统介入呢也是非常自然的，没有那种很生硬或者是突兀的制动动作出现。时速73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，可以轻松的通过，也没有出现同色车轮抬起的现象。而最终它的通过时速呢锁定在了76公里每小时。第3位选手，2021款的领克014驱劲 Hollow 版。领克01也是这一次横评当中呢个头最小的选手，无论是操控啊、动力啊各方面都有着不俗的实力。它会不会超过 UNI-K 取得更高的通过时速呢？麋鹿测试中呢，领克01的第一感受是底盘非常整，而且呢足够紧致。在紧急变线的过程当中啊，无论是它方向盘的响应速度啊，还是底盘的响应速度啊，都是目前这几款车里面表现最好的。轮胎的抓地力也足够的强大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推头现象。整个过程是一气呵成的，电子稳定程序的介入也很自然，不会打断驾驶者的操控路线。紧急情况下能够给到驾驶员呢比较足够的信心，而最终它的时速达到了79公里每小时，占据第一。在本次的大横评当中，大家最为期待的一款车型就是这一台马自达 CX。毕竟操控可是马自达的看家本领啊，它的麋鹿测试会不会给到我们更多的惊喜呢？实际测试中呢，马自达 CX-5 是这几台车里面车身表现最为活跃的。紧急情况下，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推头现象，反而是车尾非常的灵活。测试过程中甚至是漂移着进入 B 区，指向性很准。而电子稳定程序呢，是这几台车里面介入最晚的，它能够给到驾驶者更多的宽裕度，但是它的悬架支撑性呢还是稍弱一些，而且轮胎抓地力比较一般。最终凭借着不错的底盘调教和精准的指向呢，麋鹿测试的最高时速达到了75公里每小时。
最后一款压轴车型星途 TX 超能4驱，因为此前在官方举办的麋鹿测试中呢，曾有人做出82.3公里每小时的优异成绩。那这一台车今天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？麋鹿测试过程中呢，星途 TX 超能4驱，它的底盘调教同样是比较紧凑的，在快速变线过程中呢，车身的支撑性以及稳定性明显要比长安 UNI-K 来得更好一些，底盘极限也要更高。而电子稳定程序呢介入很自然，经过多次的测试，最终我们取得最高时速锁定在了78公里每小时。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好的成绩呢？我们认为主要问题还是来自于它的转向系统，方向盘的手感偏轻，路面的反馈信息呢还不够清晰，而且转向圈速过多，响应呢稍微有一些延迟，导致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紧急变线动作，其实是很有难度的。那经过多次尝试呢，需要精准的提前给到转向输入的情况下，才能够顺利通过。从这一次的麋鹿测试大横评中可以看到，结果确实让人有些意外。自主品牌车型在麋鹿测试环节呢，甚至要表现呢更好一些。单从通过时速上面来看的话，其实这5款车型它们的表现都属于非常优秀的水准了。那关于这5款车型的麋鹿测试大横评到此就告一段落了。我是刘康，你们还想看哪些车型的麋鹿测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